这测试真的太震撼了。最近华为遥遥领先的想界 S9 做了一场高架桥追尾跌落，再叠加山坡翻滚的挑战。在经过紧张刺激的测试之后，按标准流程拿到了顶级的安全碰撞证书。这次测试的地方真的很难找，要有松软的土堆，还要有看起来很高，实际没那么高的缓坡，还要挖机师傅的高超技术，底下的坑刚刚好把 S9 给接住。老天爷也很配合地渗了点水出来，更好地保护了这价值40多万的工业垃圾。当然，也可能是华为他们自己灌的水，毕竟这样的小细节不能放过。整个缓坡一点大的石头都没有，在翻滚过程中也很好地保护了车身。在第一时间就拍到了门把手顺利弹出，功德+1。在这么高规格的场地上测试，有网友就表示，我感觉我可以坐车里测试，更加的真实，不是吗？这辆车做完测试，估计漆面都不用做了，可以当美女精品二手车卖。当然，这些都不算什么，真正遥遥领先的是救援的电话客服。好，红毛进行道路救生可以帮你。这真的是太客气了，好感度加分。车翻了，马上打电话过来问有什么可以帮助的。我不需要帮助，只是有点累。缓一缓之后，会自己爬出来把车扛上去。客服真的有心了，真的遥遥领先。有网友表示，问界 M9 真的是遥遥领先啊！我们买这个车不到20天，过这么小的一个沟，左侧2个轮胎直接爆胎了，因为我们在这个大草原上。打问界的道路救援说是最近的服务点要800公里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联系了当地的这个修车师傅，等了5个小时才在海拉尔找到2个同型号的轮胎，在大太阳下面暴晒了5个小时，都晒伤了。修车师傅说，整个呼伦贝尔估计也找不到几条这样的轮胎。我们是3辆车出来玩的，过这个小沟，奥迪过了没事，坦克700过了也没事，我们开的问界时速也就是60，直接就爆胎了。今天在抖音上一看，问界很多车主都发视频，你说刚买的新车爆胎了，60万买的东西是真的经不起考验。我买的这个宝马开了10年都没爆过胎，买的这个问界也不到1个月，直接2轮胎都爆了，大家说说这是咋回事啊？根据我查的资料，这是遥遥领先的独特基因。之前有车主也是爆胎，结果售后跨越上千公里来修车，还带了盒饭，把车主感动得稀里哗啦。也有车主高速爆胎，人没事，结果在稀烂的车身上看到了让人感动的超强玄武车身。如果没有爆胎，怎么能体验这些温暖的售后呢？遥遥领先真的不是一句空话。爆胎的用处不仅仅是这些，到比亚迪这里真的是救命了。10月22日，仰望汽车总经理胡晓庆发文称，10月21日仰望 U9 在纽北的测试结束了。可是呢，爆胎了，没有成绩。文中还表示，这是中国性能超跑在世界顶级赛道的首次尝试，但由于天气原因以及后面出现的意外情况，导致测试时间受限，我们并未完全发挥出车辆的性能极限。工程团队将在11月初再次进行包场测试，继续进行技术方案的验证。资料显示，仰望 U9 为比亚迪旗下的高端超跑，仅有一款车型发售，售168万元。动力上搭载比亚迪 E4 方系统，每个电机最大功率达到240千瓦，综合功率高达960千瓦，整车马力超过1300马力，最大扭矩为1680牛米。这就很尴尬了，4台车跑了1天，结果爆胎了，这谁信的？但是也有网友表示，仰望 U9 的纽北刷圈速度成绩是 20.8 公里的赛道用17分23秒。这个成绩真的配不上仰望 U9 的参数。要知道，在2019年，领克03赛恩概念车以7分20秒143的成绩打破了非量产最快前驱车和最快4门轿车的记录，最大马力才520匹，这都2024年了，宣传都吹上天了，还没打过2019年的车。同时有人拍到仰望 U9 的刹车盘通红。那么有网友就猜测，4台车测了1天，到底是测了个什么？还是说本身车辆就垃圾，车身太重？
而德国的纽博格林北环赛道共有177个弯道，是全球单圈最长、弯道最多、高差最大的赛道，被车手认证为地狱级难度的赛道。又不是绷直线，数据达不到怎么办呢？那么就一直测到满意为止。结果呢，办不到吗？只能选择一个意外，爆胎了。测不下去了，下次再来。这次有经验了，下次可以把电机拆了再跑。爆胎这个理由也勉强说得过去，毕竟比亚迪不造轮胎嘛。这种为了挽回颜面找的理由也是很靠谱的。当然也有人调侃说是小米雷军扎爆的，这里就很有意思了。在10月9日和10月10日，小米 SU7 Ultra 原型车首次征战纽北，花了200万包了2天纽北赛道。结果呢，连续2天都是下雨，只能遗憾收场。雷军连发数条微博，语气难掩失落，然后又被网友在现场拍到。连队服都是重新准备的，纽北赛道11月中旬关闭，明年3月才会开启。今年再想包场就已经很难了。根据资料显示，这款原型车搭载了小米自研的 V8S 超级电机，拥有令人瞠目结舌的 1.97 秒0至100公里每小时加速能力，以及超过350公里每小时的最高时速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比亚迪表示，我在包场啊，包了15和212天。结果15日那天大雾没跑成，到了21日，比亚迪叫上小米，天气也很好，结果呢，比亚迪4台车跑了1天，没成绩还爆胎了，把小米直接喊到纽北坐了1天的冷板凳。成观众了，比亚迪做的真的有点损，那这个轮胎真的有可能是雷军扎爆的。见过泡水严重的，没见过泡水那么严重的啊！你看他们那么深的都是水。哎呀，这是电池包啊，电池包全部泡水，太刺激了啊！这晒个10天半个月晒不干。这是一辆比亚迪元，你见过驾驶室进水养鱼的？你见过电池包内部进水养鱼的没有？我这现在我连动也不敢动，这里面都是水啊！这个上面的湿透了，我还没打开看过。先给你看一下，我才不敢用手摸一下，你看上面都是水。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？上次他们维修的时候啊，胶没打好，而且胶也不行。你看这个胶到现在还没干。当时买这个车的时候有多开心，买完以后就有多闹心。爆漆、掉漆这个问题还没修呢，现在修的就是这个漏雨的这个问题。我的车是这个地方漏雨，这个地方。从这儿往这儿漏，这个顶棚现在还是湿的，这是上次下雨的时候泡的，还没干呢。哎，你们买了这个车，后悔吗？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你们还会选择这辆车吗？这地方又给我抹上胶了，这眼看着又要下雨了。找个地方把车停呀！那别人买个车都阴天下雨开，我买个车阴天下雨不能开。最近长城的魏建军又被骂了，因为他又说了一次大实话，因为他说了电动车没有什么核心技术，被一帮无知网友谩骂，也被大 V 扣帽子骂。自从魏建军开始捅破汽车圈的灰色面，就开始被有组织的水军谩骂。就现阶段来说，骂长城、骂魏建军都快成为了汽车圈的政治正确。魏建军的快人快语确实不讨喜，不知道他在汽车圈的朋友还剩下多少，但至少南方车企一直恨之入骨。那么言归正传，电动车有核心技术吗？废话，要是有核心技术还能雨后春笋，那么多造车新势力要是有过硬的核心技术，早就跟燃油车一起交购置税了。这就像开饭馆的为了能够利用低成本弯道超车，中国8大菜系不再请厨师，不再设立中央厨房，只要能找到预制菜的进货渠道，买2个微波炉，是个人都能开饭馆。但是某大 V 说贬低中国预制菜的核心技术，唯一的目的就是掩饰自己的无能。魏建军骂预制菜没有核心技术，
是因为自己不在预制菜下功夫，不在研发预制菜上投入。我怀疑用这种心态做企业，绝不会在预制菜领域会有作为。说预制菜餐馆都是靠产业链，混靠价格赢取一部分市场，这种做法永远也做不成一流的餐饮。说电动车就是预制菜，并不是贬低电动车，其实预制菜并不邪恶，也是底层民众的战略大计。它就是中国版的麦当劳、肯德基嘛，美国人发明的快餐而已，为的是降低成本、统一配方、统一味道，让穷人吃得起。但你不能说快餐比8大菜系更有技术。另一方面，中国之所以走电动车战略，不是因为发现了电车的好，而是被西方国家挤兑的。西方国家掌握着大量的传统燃油车的技术专利，我们无论如何都绕不开，而欧美国家一直在诋毁中国是地球变暖的主要源头，要求中国必须跟风发展新能源，减少碳排放。中国是前有追兵后有堵截，不得不发展电动车，而欧美国家推动新能源车，也是因为欧美国家掌握着电池、电机电控的核心技术，希望在新赛道收割一波中国韭菜。只是没想到的，我们国家的汽车市场庞大，政令统一，消费者听话。我们关起门来说，核心技术是自己的，说新能源车是大趋势，说我们已经弯道超车了，消费者就信，老百姓就嗨了，所以都积极的购买新能源车。反正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购买新能源车，是好是坏也无从比较。免税国家补助就是硬道理，因此国产新能源车才有了快速发展的机会，足够的市场带来了，也带来了产业链的快速升级和成本降低，这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新能源车的发展。欧美国家真正傻眼的是，本来想利用新能源赛道难为中国，结果反倒让中国利用规模战略赢得了市场。而很多欧美传统车企却因此失去了大部分中国市场，纷纷向欧美新能源政策制定者提出抗议，最终欧美纷纷宣布退出新能源汽车战略，回归传统燃油，这才是电动车的真实意义。也就是说，电动车的真实意义是在政治层面上、国家战略层面上，不是技术层面上。中国电动车能有今天的成绩，依赖于国家政策的支持，以及底层百姓的善良和信任支撑着，跟核心技术有什么关系啊？如今有人说了一句预制菜，没有核心技术就被攻击就被骂，显然是别有用心之人借题发挥，为了维护某些资本的利益，发动无知的底层民众攻击这个说实话的人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无知底层是资本家的财富，盲从跟风是底层的信仰。戳穿这个事实就要被消灭，被骂都是轻的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看大家对电动车的信仰都挺坚挺的，电车核心技术又在我们手里，买汽油车都是喜欢闻汽油味道的，不如呼吁国家撤销一切电车的优惠政策，跟汽油车一起购买购置税，一起限行等。到时候估计电车直接废了。长城魏总还谈到了汽车的质量、产品造假，有售后人员就表示，我给你们再深度的解读一下他想表达什么。我们有很多车企，有很多花里胡哨的配置，但是不一定是为了客户需求而研发，为了让自个儿车在客户选购的时候，客户一眼看着很高大上啊。魏总也谈到了，比如说在日本，人家的座椅就是布座椅，买过皮座椅车的大家都知道吧，冬凉夏热，尤其太阳一晒，你要开门上车能把你烫得起飞。当然他也幽默地说道啊，我们穿个小裤衩你都知道，穿不得你怎么不穿个皮裤衩呢，对吧？一走一机灵。其实一个好车就是根据客户的需求，根据这些功能的使用频繁的程度，根据这个东西的耐用程度来去适配客户，而不是为了看着豪华而豪华。再一个就是产品造假也很容易用，低成本的供应商也很容易，那最终都会反馈到一个事儿上，就是你的索赔率。索赔率就是指的你的车在质保期内这个产品够不够稳定。你们要知道，所有的花里胡哨只是在产品质量稳定上面的一些。我以前经常给大家讲索赔率，我说如果你们身边有做售后的售后经理，你要想了解哪个品牌，你就去问他，你们一个月入场多少台呀？索赔台次有多少呀？你把索赔台次除以他们入场，你就得出一个百分比，你看他们家百分比是多少？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，目前品控做的比较好的，它的索赔率，这还得算上这个每个月超了质保期入场的台词啊，好的车企大概在4%到7%之间就已经非常牛逼了啊，一般的车企8%到15%也可以。那些操蛋的车企天天吹牛逼吹得挺大的，产品质量不行的，我告诉列位，他娘的能干到50%甚至更高，你就看看谁们家的索赔员最忙。
你就知道他们家产品质量稳不稳定了。所以一个好车，它的基础是什么？就是产品质量。魏总呼吁半天，也不就是呼吁的大家造车良心一点，别糊弄老百姓，对吧？短期可以，长期咋办？你们可以从抖音上搜那些奇葩的汽车产品质量问题，什么喷粉，什么前后风挡行驶中脱落等等一系列的吧。你倒退5到10年，有这种故障存在吗？广播车总的后轮撞到了车位的限位器，停顿下来了，以为就是结束了，没提示，他又开出来一点，又往后倒，又撞到了限位器，结果正到我往车那边靠近的时候，他又来了第3次，直接就越过限位器撞到了墙上，两边的车灯就是全碎了，加上后尾门也是变形。那你这个撞的还有点惨的，他是自己到了冲过了限位器撞到的，还是你手动控制的？点一下之后就是全是他自主操作的。4S店说这个东西属于是辅助功能，我说辅助功能的话，那应该是人在车里面，我能够随时接管，我人都已经在车外了，你不能让我拿肉身去把这个车给顶住吧？对，数据检查都没有问题，说是我没有看说明书，环境符合说明书上的要求才能进行此操作。说那个雷达识别的是错层的下面一层，就是车尾灯的那边一层那个水泥板，它是识别不到的，所以车子撞到了限位器上之后，是判断地上有石子儿压过去，它就发生了这个操作。等于说黑色部分悬空的，对，难怪嘛。如果说你这是一面石墙，它撞上去，这个肯定可以找对方。这个东西就必须是我的单方责任，就只能走保险了。你只能说呢，它这个功能可能还不够完善。我也是这么沟通的，功能它是不够完善的，为什么你们还能够宣传这个东西？现在这个尝试成本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来，安徽统一的葛经理，它的停车位不够标准，有高度差的场景是不能使用这种功能的。您的高度差是指的什么？就是它上面伸出的一节距离过大，还有一个它是地下车库，光线非常暗。你的意思是光线不达标？对。那你看这件事情怎么处理？他这个车买了才3个月吧，店面站在关怀的角度再送你一次保养，但是这个修车的话还是需要动用它的保险。我可不可以说咱们这个功能不够好？这个功能它只是一个辅助功能，在用这个功能前提是有条件的。如果说车的自动泊车功能能够冲过左右2个限位器，那是不是可以通过后台数据的完善，让它不要冲过限位器这件事儿？因为冲过限位器必须得给油门才能过去，轮子在前后转的时候，它能感受到扭力。当你压过一个石子儿，跟压过一个3到4公分的限位器，那受到的阻力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个时候传感器都能够感知到的，那为什么不能够把这个荣誉度做得更低一点呢？这样的话，这种事故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呢？是的，会跟厂家去反映。好，这种前提下，动保险嘛，你们门店还有钱赚，你只送了1次保养。虽然说孔先生有主观错误，但是也给你们提供了一个技术完善的思路和点。那请问，就送1次保养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对于这1次保养有疑虑，我们可以增加一些。好，要的是个态度，你去跟孔先生去沟通。希望今天咱们做的不够完善，明天做的完善。好的，老师。好，谢谢您配合。这应该算是最好的结果了，估计会多送几次保养，车主赚大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观看。我发现现在这人真会玩，都会来这一套，配料简单，山楂、白砂糖，其他没有了。右上角有一个 TM。 什么是 TM 就是商标注册中可以打 TM。 你如果配料真的很简单的话，你就大大方方的就在这儿写个配料表，山楂、白砂糖，那就可以了，多好，一目了然。你这写个其他没有了，还加个 TM， 这明显的是偷换概念。跟之前的碱胺酸奶一样，生牛肉乳酸菌其他没了，其实是人家的注册商标，人家2017年就已经注册了。如果真是好产品，大大方方的，我们也支持好产品。